7号那天，我再回到学校食堂，打算等人满的时候抓取在网络崩溃的原因，但可惜的是，故障已经消失了。当时高峰时期人很多，我观测了后台的数据波动，以及查看内外网的频跑数据，这一切都属于正常。所以这期挺尴尬的，不出马没办法和看过上一期的观众有个交代，出马好像也不知道该说啥，所以这期我就说在那边更多的细节吧。大伙上期应该都知道，这故障已经出现了1个星期，但是这些设备不是近期安装的，而是1年前就安装了。之前1年以来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，所以网络布局这块可以先不用考虑这套问题。我上期经过镜像抓包，发现这录像机有很多错包、重复包。我开始也以为是找到故障原因，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它并不是罪魁祸首，因为我过来的时候，网络一切都是正常的，比如宽带色素它是能跑满的，屏外网和内网的包也是没有任何波动，只有高峰时期网络才会出现巨大的异常。那时候的网速测不出来不说，外网也拼不通了，内网虽说能拼得通，但延迟却是几百上千的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食堂空无一人的时候，网络才自己恢复过来。我也怀疑过这期间有人插环路，但机柜就装在上面，除了我就没有人能动上面任何线路了。至于那些什么学生连接 WiFi 导致网络崩溃啊，这个就不用想了，公猫和路由器的 WiFi 早就被我关掉了，而且我也看了后台，连接的设备并不多，所以这就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，为什么高峰时期内网会一下子出现几百上千的延迟？这种除了环路或者一些内部攻击，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原因。但是环路这块我基本就可以排除掉了，因为环路的网络它是不能自己恢复的，这个很容易查得到。而且网络恢复正常的时候，我还特地看了交换机的灯，也没有看到哪条线它是熄灭的，这也排除了哪条线出现环路的可能性。所以发现录像机大量的错包其实是误打误撞的，要真的是它影响网络的话，我拔掉它那一刻网络应该就恢复过来了。后期我也反复验证了，这把它接入进来，哪怕高峰时期网络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所以压根就不是监控的原因。其实还有另一件事，那就是2楼和另一所学校也出现这种问题。2楼这边属于独立的宽带，而且没有接入任何监控，网络环境非常的干净，但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至于另一所学校我就没有去，根据我朋友的描述，那边的情况和这边几乎一模一样，所以要查清楚真相，还是需要等故障出现那一刻立马抓包，然后喊人对比之前的数据包，看一下是哪个设备影响了网络。但是直到这个视频做出来之前，网络一切是正常的。我还特地问了那边，网络确实再也没出现任何问题了，所以这期挺遗憾的，没有找到真相。但是只要故障它敢出现，我肯定能找到故障原因，因为我已经开始摇人了。